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值得去。上一期呢，我们教大家用种子来种了牛油果树。今天呢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种牛油果这3年的心得体会特别是想跟大家聊一聊一个大家特别感兴趣的问题，就是只种1棵牛油果树到底会不会开花结果？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牛油果树。这是一棵 Hass 属于 Type A 的品种。那么在我所居住的墨尔本呢，它是4季常绿的。每年春天当新叶子长出来之后呢，老叶子才会枯黄掉落。这些就是它掉的去年的老叶子了。这棵树呢已经种下3年了，买的时候是已经嫁接过的，标签上呢写着自花授粉。因为我的院子呢不是很大，而且已经有很多其他的果树了，这里还有一棵橙子树，所以呢我就没有考虑种 A、B 2棵牛油果。我就想着如果能够自花授粉的话，其实种1棵也就够了。小苗买来的时候呢大约是1米高，那嫁接处呢长了2个枝条，可以看一下当时的嫁接点在这个地方。那么它上面出来2个芽，形成一个 Y 字形。那么我就稍做了一下牵引，因为它原来呢长得不是很正，那我就牵引了一下，把它变成一个比较正的一个 Y 字形。然后呢，这棵树逐渐的长大，然后又分叉，这边呢分了2叉，这边呢也分了2叉，所以现在这棵树的树形呢就是有4个主干。那么当时为了种这棵树呢，我们就挖了一个比较深的坑。那么当时挖了大约有60厘米吧，上面的30厘米土层，这个土质就非常好，很松软。到了下面这个颜色就不一样了，就呈现了灰白色，基本就是粘土为主了。而上面呢就是很松软，很多腐殖质在里面。我还是比较在意土质的，所以呢，挖了坑之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个坑里的土全都换掉了，用了比较好的堆肥土，然后还加了鸡粪。那种下去的第1年呢，它就疯狂的长叶子、长侧枝。到了第2年呢，我发现它就有花苞了。当时其实还不知道那个就是花苞，因为第1次种嘛，没什么经验。他就觉得，哎，这个芽怎么长得跟别的不太一样啊？然后开花了，才恍然大悟说，哦，原来这个就是花呀。但是整棵树呢，就只有1根枝条开了花，所以呢，结果子就也没指望了。时间匆匆而过今年是第3年了。看看这满树的花都开爆了，但这时候呢，我又开始担心了。大家都说要 A、B 2个品种种在一起才会结果嘛，那我只有1颗，到底会不会挂果呢？那为了能挂上果，我就开始尝试每天2次人工授粉了，上午1次，下午1次。那3天之后我就放弃了，因为花实在太多了，而且有苍蝇一直在上面转，我就很奇怪，为什么牛油果的花不是吸引蜜蜂，而是苍蝇呢？但是无论如何，总算是有虫媒嘛，所以我就停止了人工授粉。但我每天呢都会去看一下是否有做果。牛油果真的是10花1果，别看花量这么大，多数谢了呢就掉了。不过老天爷还是赏脸的，看这绿豆大的小果子还不止1个哦，每个枝条上呢都有2、3个呢。所以大家关心的问题，到底种1颗牛油果会不会结果？至少我这1颗能够自花授粉的 Hass 是可以的。那么你要问我吃上牛油果没有呢？很可惜，1个也没有。也许是因为树太小了，太年轻它坐不住果，所以这个呢只能等明年再看看了，到时候再跟大家汇报。有一些有经验的朋友呢就跟我说了，那果树不开花不结果，其实你是可以通过用树皮环切的方法来给它促花促果。环切呢就是把树皮切掉一点，给树造成一个刺激和假象，说哎呀我要不行了，赶紧开花结果传宗接代啊。那这个树在遭受到外界的这个伤害和刺激之后呢，它为了繁衍生息传宗接代，那么它确实是会开花结果。那么这个呢是基于伤害到树它本身的健康的。树在受到伤害之后呢，它会本能的从它的这个树根就是它原先储存淀粉的那些树根里面，把淀粉转换成葡萄糖，然后用这些葡萄糖呢去开花结果也好，去供养这棵树，去修复它的伤口。那么我们就假设，如果说你这棵树本身就不是很健康的状态下，
它的这个根里面所含有的淀粉含量其实它并不多。那么如果它把这些淀粉转换成葡萄糖，都用来开花结果了，那么它用什么来修复它的伤口？那么它的伤口会不会因为受到感染，然后这棵树就越来越衰弱，甚至于导致死亡呢？就算今年它开花结果了，那么它产量会怎么样？它明年是不是还会开花结果，会有很高的产量呢？所以我觉得环切树皮其实这种做法呢，就是迟早是要还的我个人比较倾向不要去做伤害树的这种事情。如果你把这棵树养壮了，那么这棵树迟早是会开花结果来回报你的。好了，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视频，也希望你从这个视频中呢受到一点的启发。那我们下次再见了。